大家好，我是 Skim。上次在情人节出了一支关于 P-Love 的影片，谈论了我眼中偶像和制作人有男女之情的可能性。说实在，观众的反应程度有点超出原本的想象，就连被搬到其他网站的速度也是前所未见的快。看来花边一事的受众群真的很广泛。不过遐想谈恋爱这门事，向来不是制作人和偶像的专利。偶像与偶像之间的相处，是否能发展出普通朋友以上的情感，确实也是粉丝之间津津乐道的话题。就像有句话说，百合大法好，想要色彩用文字剧本为主轴堆叠出来的世界，各有拥护者的 CP 派别也不在少数。情人节谈 P-Love， 白胜情人节今天就来谈谈曾经在官方剧情中出现过暧昧氛围，因此被推崇成配对的偶像们。也因为是从官方文本去延伸讨论，这次一样用金字塔去排列，将会用故事出现的互动频率和浓烈程度，由下而上公开去聊聊不同的配对。当然 CP 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发现角色凑对在一起的根据，找到自己喜欢的角色伴侣，才是最重要也是必须要的心态。那么就让我们从第一层开始吧。彼此有单独相处过，散发着良好关系又谈过心里话的这一层，首先要来介绍树里和织代子的配对。个性在年纪方面最为相似的两人，在不扯到甜点的时候，他们经常在放课后扮演着尝试人和吐槽担当的位置。Support SR Akane iro serendipity， 在夕阳底下用果汁干杯，树里对织代子联系起成员感情的贡献有感而发，可以看出他对织代子的信赖。相处上有常年伴侣的气氛，二创的量也不少。只可惜没有官方故事上更暧昧的描述，但是看着这样平时一同协调放课后的行动，读者只有不乏感谢彼此的两人，真的令人感到安心。果穗和夏叶，这对曾经有观众表示对这组 CP 热爱的配对，放课后之中年纪相差最大的要素，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来往。相反的，夏叶在本性上，那毫不掩饰对新鲜事物的热情跟好奇，恰好与果穗的个性一拍即合。玩耍时可以像 Support SR、Benny Iroha、Shiro 那样放下身段，为了胜负堂堂正正的对决。平时的相处也像 Support SR、Stand By， 难以想象两人相差8岁。也因为这样明显年龄差，部分的二创作品会让两人的年纪推进到彼此都成年，衍生出有别于现状的各种可能，也是卡欧纳子令人吸引的地方。例如8年后长得比对方还高，心态上变成熟后的果穗却对夏叶主动进攻，光想象就觉得有意思，不是吗？提到的年纪，仅次于美型的千雪，是人生之一走在前段班的283成员，也是被我在 P-Love 影片排在金字塔顶端的偶像。当时说制作人是千雪能毫无保留吐露过软弱的对象，而事务所也存在着另一位可以令他敞开心胸的人，我们最可靠的事务员 Hazuki。活动剧情，Sama、Mizu、Wanda、Lando 和乌斯莫伊的理空嘎拉嘎德都有彼此关系不只是工作层面的描写。四格漫画第218回，他们和夏叶一同喝着红酒，可见私下联络已经维持一段时间了。从目前的互动来看，哈兹基较常扮演的姐姐的角色去面对千雪，我们甚至可以从尼奇卡和千雪在待机画面的对话，得知千雪疑似在乞讨家待到很晚，或者深夜去拜访的暗示。至于有没有发展成过夜的地步呢？那就交给官方和二创来补完了。Storyline 的欢喜冤家，从团体集结开始，至今不断在人物塑造上强调彼此差异是多么南辕北辙的他们，描绘双方交友的作品一直是闪耀色彩的知名二创题材。然而，即使东优子始终无法完全认同阿萨伊的处事作风，却也不影响他承认阿萨伊那近乎与生俱来的偶像才能。自家队伍的 center 在舞台上是何等的耀眼，作为总是协调队员的东优子，老早在无意间将阿萨伊的事情记在心里。同时相较起东优子对自己的复杂情感，阿萨伊那直来直往、坚持不去就任何无法接受的事物的性格，相处上老是与东优子不合拍，但实际上也有不少的篇幅
在描述阿萨伊对东优子的喜欢。就算两人平时像汤姆猫和杰利鼠似的，但别忘了阿萨伊是少数能够分辨东优子是不是真的发火，也是扣除制作人在了解东优子的真实性格后，第一个当面坦言喜欢这样的他的人。要来谈美姑和灯之的感情，就得先来聊聊Illuminae刚结成的样子。起初法对任何人敞开心胸的灯之，对于美姑的积极热情攻势，很多时候都害臊地表示自己招架不住。随着故事的推进，来到 Support SR、Slowly Memory， 以及我在之前的影片讨论过的哈克布莫诺塔吉，可以瞧见灯之已经能够坦然接受美姑的好意了，反而是美姑偶尔会表现得有些害臊。对这组 CP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从 Support 卡 Kokufuku no Tokun Tomodachi to Yu Hikari Mahou no Kaidan o Nobode Slowly Memory 一窥美姑和灯之之间关系的变化哦。有些人可能会纳闷，这两个来自不同团体的人怎么会被凑对放在这里？但也许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透跟真乃虽然只在活动剧情阿珍塔之巴萨有过交集，却很快吸引到拥护他们的粉丝。理由是，即使双方的对话只在一个章节就结束，关系的变化却能够感受到有别于往常的快速。尤其是透对于 Noctua 以外的偶像，虽然谈不上冷漠以对，青梅竹马总是团体行动的模式，确实让周遭人感受到疏离感。这也是真乃起初对 Noctua 的担心，生怕当时邀请去社区活动服务会变成私人的困扰。然而透在明白真乃为此烦恼后，罕见的替总是一起行动而看起来难以靠近这件事道歉，也感谢真乃这次的邀请。看见眼前的女孩如释重负后，透也跟着笑了出来。往后在待机画面的对话，彼此称呼对方的方式变得亲密很多，甚至在睡衣公开的第一弹，就是安排他们担任首发。我自己就是很喜欢这对 CP 的粉丝。如果你要我更简短的说明推荐他们的理由，看着有透明感又俊美的透，如何一步步和内向的邻家系女孩真乃拉近距离，其中的可能性光想都觉得可口，不是吗？综合了第一层的要素，并且关系上更为暧昧，有着亲密举动，我挑选了4个组合放在这一层。这是邻居又是青梅竹马关系最久的原香和透，因为不明的原因，就算面前只有雏菜和小蜜，也只可用姓氏称呼彼此。但是根据活动剧情天成原香的独白，以及 Support SSR on Title， 在透的房间等他起床时穿插的思绪，原香对透抱持的想法有很多令人耐人寻味的地方。就连最新的 PSSR OE 萨拉巴埃鲁出现的结尾的断句，说是强烈暗示透在原香心中的地位，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分量，也非言过其实。至于这份关系能不能再更加明朗化，我想也只能在官方给答案之前，用二创去展开大家的假设了。有点类似阿萨伊和东优子，个性给人感觉大剌剌又自我的雏菜，和面对制作人之外保守又内敛的原香，在登场初期的一来一往之间，都透着两人毫不掩饰的不对盘。但是长年认识下来所累积出的情谊，却让他们无法真正的无视彼此。Support SSR 午休的剧情，即使透不在身边，两人共撑一把伞也不弯半嘴的情节，加上4个漫画里雏菜提到原香长得很好看，支持这对 CP 的粉丝自然而然开始多了起来。特别是着重描写身高差和雏菜进攻却被原香刻意忽视的二创作品，忍不住让人想一看再看下去。不满依照年纪决定队长而发生争执，这段记录在4个漫画的往事，当时与树里意见不合的正是夏夜。或许当下两人都没料到，经过将近4年一路走来的旅程，树里和夏夜会成为现在这样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和描述两人私下交集的卡片不胜枚举，这在他们的角色浅谈大致上都有提过。这里想补充，在 Support SR 你基马七雷因多普的第2章，在夏夜住处过夜的隔天早上，树里意外目睹了刚睡醒还迷迷糊糊的夏夜。接下来的进展有意思之余，
影响也延续到了 Support SR Yume Oi Ranna Baruto。有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去找找关于朱莉娜兹的二创作品，体会一下这对已经是老夫老妻模式的配对魅力何在。犹如最年幼的妹妹，雾子获得了安迪卡其他成员的许多爱护。几乎只要有雾子出现的故事，都可以拿来佐证这个现象。雾子也以真挚的关心去回应每一个人。不过，雾子表现好意的举动，有时也直求令安迪卡的成员害羞。唯美的 Support SR 阿里拿去那里和4个漫画第8话的笑耶都是很好的例子。但倘若讲到光用卡面就能感受到亲密的举动， Support SR Kimi Sola Ga Sola 当中屋子和杰华用额头直接触碰彼此的画面，相信只要看过就会留下印象。这段屋子冷不防取下杰华的眼镜，两人几乎零距的感受彼此体温和呼吸的片刻。我想不止上帝视角的玩家感受到此时此刻的粉红色氛围，就连平时总拿手的掌握和每个人距离的杰华都陷入了短暂的不知所措。后来在4个漫画 2.5 周年特别篇第28话，屋子替因为握手会感到紧张的杰华做手掌按摩，反倒让杰华更静不下来。雾子到底会不会继制作人之后成为第2个动摇杰华的存在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或者交给二创去补完吧。具备第2层的条件，对于情谊和亲密程度的描写，有更上一个层次的 CP 被我放在最上层。同为放课后的成员，又是宿舍组的树里和领事，外表和内在的属性几乎是完全相反的。在游戏文本内对2人独处时的描写，篇幅众多而且亲密的程度深浅兼顾。树语即使在领事不知道的场合，数次称赞过对方的沉稳，以及待在领事身旁所能获得的安心感。随着剧情的推进，领事对树里投予的信任，开始以依赖甚至撒娇的形式让树里知道。Support SSR 令者要求摩罗嘎达里想再多吃一点可乐饼的请求。Support SSR 日有半day夜有14 day 开口想要对方多陪自己一下的话语，还有营业对话说想牵起树里的手来克服紧张。这些都佐证了树里对领事来说是能放心靠近的存在。这2篇故事的后续，树里都会去领事的房间，这在后来的剧情更成了稀松平常的举动。树里则在遇到例如机械操作等等不擅长的困扰时，很直接去找领事帮忙。活动剧情 Many Screens 就出现结果2人干脆使用同个视讯镜头去参加放课后的线上会议，包括睡衣是交给领事挑选的，有时甚至树里不用开口，领事就知道对方想要的是什么。经常同进同出的女孩们，连商店间的店家都熟悉不已的一对身影，我想也已经在喜欢他们的粉丝心中留下了种种鲜明深刻的美好回忆。品学兼优就读女子学校，处事作风被形容成王子般的笑耶，其实只是将重视人与人之间连结的想法，用积极正面的形式端到他当下所注意的人面前。面对这些带有奉献精神的举动，小野见过被壁咚得高兴落泪的粉丝，也看到安迪卡成员借此更了解并珍惜他。然而其中只有一个女孩，崇尚自由又古灵精怪的性格，让对方在相遇之初看起来难以捉摸。这稍微打乱了笑耶的步调，可也引起了自己对他很大的兴趣。确实在更靠近一探究竟之后，笑耶明白了这名叫做田中摩美美的女孩，在喜欢恶作剧和语调习惯平淡的背后，其实和自己一样在乎身边的人。在给2人命名的 Support SR 萨克亚多妈咪咪的拉布利塔比中，身处自己的秘密场所与摩美美十指紧扣，仿佛定调了彼此关系更加特别。当然，一份长久的关系不会只建立在单方面。Support SSR Yubi Saki no Kirameki 摩美美也从美甲这样笑耶不熟悉的领域，去带领对方找到想要的事物。像我在活动剧情 Story 提过的，摩美美常常会预料成功笑耶未来的反应，了解对方的程度可见一斑。尽管同为18岁的他们在故事的发展下，各自和其他不同的偶像开始有了新的接触，一旦回到共同出现的场合后，这对白马王子和小恶魔女巫又会有什么交集，也是许多人怀抱期待的部分。
终于来到了压轴，在我撰稿期间，官方又再次发糖了梅伊夫友，对人和善，从言行举止无一不散发亲和力的爱意，和擅长社交战略，形塑出利于和任何人相处的形象的东优子。为了偶像事物得呈现出不同的一面，又互相知道对方私下的模样，一种握有双方秘密的共犯关系。他们更在陪伴彼此的时间里，分享了各自坚强和脆弱的面貌。就算撇开 Support SR 也可以 Data 这样教科书般的 CP 剧情，爱意和东子之间的感情发展，从Tsubasa Pro no Hina 和活动剧情 Storyline 的 Run 开始，东子因为爱意对他的赞美和直率而卸下心防。到 Support SSR Spicy Baby Decorado， 以团体领导者之姿开始透露想掌握对方的意图，能否用原汁原味的自己握有话语权去维持关系，是判断东子认为这段关系有多私人的很大关键。这从他对制作人和迷光的相处可以得证。话说回来，尽管我把东子描述有点像控制狂，但得好好声明的是，东子是基于对自身的了解和过去的经验，以至于他决定把生而为人必须的社交，一律用最万用的方式解决。然而一旦攻破并抛开建立在名为不想受伤的保护伞，东子也会像面对制作人阿萨希和爱伊那样，不做保留的去维持这段关系。Support SSR 乌奇尼库鲁，当时爱伊明白东子不想为了赏花而人挤人，邀请他和阿萨伊到家里赏花的体贴。对上爱伊最新的 Support SSR Hidari Elande， 东子表现出对爱伊的了解程度，以及将给予爱伊的好意视为理所当然的举动。这位与他毫无相似之处的女孩，东子早已在心中永远为她预留十分重要的位置了吧。聊到这里，这支白色情人节聊 CP 的影片也告一段落了。撇开个人喜好的要素，谈论角色之间私人感情的可能性，其实也是故事考据的一种延伸，并且能理解别人眼中喜欢的配对，本身也是一种难得的机会。毕竟说实在的，配对理念不同所引发的争吵，相信观众一定也多少见识过。相反的，如果能进一步了解过去不懂的 CP， 也许就不会这么反感了，不是吗？你有中意的闪耀色彩 CP 吗？还是有我遗漏的配对呢？提出来讨论看看吧。我是 Skim， 下支影片见咯。